剪一款爆爆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？在我的所有的短发作品当中，其实很少分享关于这个长度的一个裁剪。大家要注意的是，我是先定了底线，再逐渐向上提升去修剪层次。在这里，先定底线和没有先定底线的区别在于什么？定了底线呢，可以解决我们发际线的问题，同时呢，可以约束我们的层次剪高，还有就是可以给底线修柔和做过渡的时候有空间。同时呢，柔和的流向的爆爆，它不是要追求立体感，是要看层次过渡的细腻度。所以在裁剪的过程当中，定了3到4公分的长度，然后以下去逐渐向上去做三角对击的裁剪，两侧的去挂耳去修剪，再去向后提拉，手放平去角，外侧呢做个点剪柔和即可。已经剪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修剪的流程跟大家有所区别？我们修剪的跨度没有超越我们的耳前点，后区修剪三角对击，在前侧的时候并没有去根据后剪做连接去裁剪，这样是为了使我们的跨度不会显得过宽，同时避免了耳上点修剪之后会有缺口。从下区往上修剪的时候，要延伸下去的切口逐渐去做递增。那么在反手边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双手的对称度，以及在修剪发际线的外侧保留这个外线的干净程度。要想后期的堆积不过于的生硬，那么在黄金点以下我们都要随头型进行裁剪。在划分线的上面我也是做成一些发生变化，枕骨点以下我们是斜前划分，枕骨点以上我们是垂直划分。还有大部分设计师是切不好两侧的长度过渡，所以务必在修剪这个底线的时候微微上扬，手位一定要向后轻拉，手位放平，这样才能去剪出前面不是过斜过长。通常在年纪偏大的顾客头上，其实剪纹的形态都是后短前长。修剪好后区之后，再以后区的长度逐渐延伸向前，分为3个步骤：垂直黄金点、垂直颈点，再垂直我们的前边缘的发际线，逐渐去延伸，剪一个圆弧形的切口。当我们的顶区修剪的没有问题之后，再利用顶区的长度和两侧定好的长度之间的一个长度去角磨圆，这样整个层次的前边缘层次就是以圆形为主，后面的层次是以三角为主，这样既避免了修剪之后过于过宽，也避免了我们上下层次堆积过硬。同时在吹干之前，我们还要去用所有的小点剪把我们的切口交叉去点剪磨圆，这样是为了更好的均匀我们的过渡层次。同时在枕骨点以下，我们斜后取发片，把两侧的转角线做均匀，以及把发梢柔和下。吹干之后把细腻度做好就 OK 了。在整个吹干的过程中，我们就是交叉去打磨，再去平剪，去把后面堆积落点部分点揉即可。一定要遵循所有的切口，大家也可以看出来，我们所有的切口都偏圆形，这也是为什么剪一款波波，它的柔和度和圆润度才是最关键的。同时这也是在现场顾客接受率和占有率比较广的一款短发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收获。